男人被嘎腰子，女人被迫出卖肉体，尸体被用来运毒。这只是缅北恐怖程度的冰山一角，一旦到了缅甸北部，就会被迫开始电信诈骗，稍有反抗就会受到殴打、关押、电击等处罚。如果你的欺诈手段更聪明，给他们带来好处，他们会让你吃一顿热饭，否则你会面临更残忍的手段。缅北诈骗可谓此起彼伏，一桩桩的血案开始浮上水面。缅甸北部的毒贩不仅是毒贩，还有绑架犯、人口贩子、抢劫犯和走私犯，手里拿着巨大的财富和军火，通过向高层贿赂，他们保持相对安全和不受干扰。缅北的毒品无处不在，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和关心被缅甸北部黑暗角落掩盖的人。刚到缅北，人们就会强迫你开始电信诈骗。如果你有一点反抗，你会被殴打、关水牢甚至电击，这只是最基本的虐待。如今在果敢、佤邦、小勐拉、妙瓦底，应该算缅东，都被人熟知后，其实还有一个漏网之鱼——克钦邦，这里才是缅北诈骗的发源地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对果敢这些地方的声讨中，克钦邦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。然而，这里才是缅北诈骗的发源地。早在5年前，被骗到缅甸的孩子家长被告知，孩子已经被杀害。而时间如此久远，有人就怀疑，正是早期克钦邦那个电诈团队。因为孩子出事的木姐，离克钦邦距离很近。缅北的缅北，从地理上看，克钦邦才算缅北，果敢、佤邦其实更像缅东北。克钦邦与中国的云南、西藏还有印度接壤，颇具话题的江心坡就在这个地方。早在2008年左右，这里就发生过一次让人震惊的诈骗案件。那一年，山西运城有多名青少年失踪。按照山西人的理解，这些孩子最多是被人拐卖，在黑砖窑、黑煤矿上班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家长打电话，提到自己在缅甸的麦扎央。电话中还有别的声音恐吓，让家长赶紧拿钱，否则孩子的性命不保。当家长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后，才发现至少有10几家都遭遇了相同的情形。麦扎央就属于克钦邦，毗邻中国云南陇川县，与中国的腊沅自然村山水相连。当时的国界并不存在什么天然障碍和阻隔，边民们散步时都可能一不小心跨到外国去。上世纪90年代，麦扎央还是一个偏僻幽静、人烟稀少的山野村落。1998年，缅甸特区政府出台了博彩业管理办法，使赌博成为了当地的合法产业。赌博业的发展使这里迅速兴旺起来。2000年以后，这里开始修路、建房，一天一个样，很快变成了一个道路宽敞，并拥有众多宾馆、娱乐场所的现代化小镇。入夜，麦扎央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买弦和买银的呐喊声均出自道路两旁的数十家赌场。有当地人说，在赌场周边出没的人，即使其貌不扬，很可能是个百万富翁。但更可能的情况是，这在几天前就成了历史。甚至有段子传闻，在赌场周边有一个修鞋的人，他每天都在这里干活，但他之前却是一个老板。衣着光鲜的他在赌场输光了所有，
他无颜回见江东父老，就选择在这里再就业了。赌场不远就有当铺，当赌鬼们输掉了所有现金，那么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就可以在这里典当，不出意外，这点资金也很容易输光。那么有专门的放水公司找到这些赌客，提供高利贷。像这个修鞋的人，估计在滑落深渊的时候及时良知发现，被挂在了半山腰，进退维谷。更多的人是血本无归，沦为人质。这时候赌场向其家人进行勒索，将黑手远远地伸向几千里外人质的家庭。在2005、2006年中国开始严厉打击赌博以后，很多赌客不再光顾，缅甸赌场很快门庭冷落，不少歇业关闭。为了维持生存，他们连博彩的遮羞布都扯了下来，直接干起了绑架勒索的勾当。像现在缅北人员遭受的虐待，不过是复制卖扎秧。当中国云南警方与当地协调，最终解救了所有人质。一个山西籍的赌客被戴上手铐，也没有惊恐，而是全身放松，一脸喜悦地表示，被警察抓获太好了，他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蹂躏自己多日的魔窟了。这里比果敢佤邦还横，当时这些人能够被解救回来，还在于当时的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被骗的人数没有现在这么多，而且当时如果发布高薪诱惑，估计没有多少人相信。各种原因，懂得自然懂。话又说回来，那时候的诈骗分子警惕性也没有这么高，容易被定位。不然，如果发生在现在，对这些被骗的人解救的困难程度甚至要高于妙瓦底。因为无论果敢、佤邦还是妙瓦底，缅中央至少是可以施加影响力的。这些地方所谋求的也只是高度自治，况且与中国渊源很深。只有克钦邦迄今为止还坚决要求独立，这都是历史留下的影响。克钦邦无论是地理面积还是人口，都要超越佤邦许多。这里的主体民族为克钦族，与中国的景颇族同源，有很多人对其还是有一些好感的。虽然靠近中国，但却是缅北几个地区中中国化最浅的一个地方。在明朝时期，这里设置了几个宣慰司，接受大明的羁縻统治。明朝中叶，由于缅甸的东须王朝崛起，开始逐步扩张到缅北地区，与明朝有了直接冲突。东须王朝并非和如今的缅军一样人菜瘾大，人家一度让暹罗灭国，但错在不能招惹明朝。可由于明朝财政吃紧，重要的防御方向又是东北的女真以及沿海的海盗，所以最终明朝在西南的战线是不断收缩的。不过东须王朝也无力控制缅北。清缅战争时候，本身清军已经占领了明朝几大宣慰司的故地，但是因为缅甸国王主动进贡，乾隆又将这些地方赐给了缅甸。不过缅甸仍旧无力直接统辖，现在的克钦邦直到清末的大部分时候都属于无主之地，这就给西方国家留下了施加影响力的空间。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后占领缅甸后，威逼清政府勘界，这块地方被英国人实际控制。19世纪末，美国传教士汉森夫妇到达克钦邦，给克钦族带去了现代文明的曙光。但克钦族在走出蒙昧的同时，也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。大部分克钦族都信仰了基督教。因为这层原因，在二战期间，美国以克钦族为班底组建了101突击队。由于对地形的熟悉，
克钦族世代打猎的本事派上了用场。据说他们以伤亡148人的代价，换了日军1.5万人的头颅。传言说101突击队还曾把500名美国人从死亡边缘救出来。为了感激克钦人的帮助，英国人同意在缅甸独立后把克钦人分离，建立独立或高度自治的邦国。但这却遭到了后来的缅甸政府的拒绝，加上缅甸将佛教定为国教，克钦族对吴努政府将片马等地划归中国感到不满，从此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。同时，克钦族的民地武装既接受外部援助，又与其他民地武装积极合作，俨然有充当这些武装领头羊的模样。果敢王彭家声被驱逐后，克钦武装不仅支持军火，还让一部分自己人穿上果敢同盟军的衣服，帮助彭家声控制了果敢北部的一块地方。若开族武装也是在克钦武装的支持下，由几百人发展到2万人，让缅中央十分头疼。活跃在克钦邦的民地武装比较单一，成分并不复杂，大部分都是克钦独立军直属或者分化出来的。克钦独立军由克钦族高级知识分子充当领导，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，排外性十分明显，但是内部也充满了倾轧，这导致丁英所部投向缅共。之前，克钦独立军与缅共进行着名义上的合作，但他们并不服从缅共的领导。丁英的改换门庭导致克钦独立军与缅共的矛盾加深。在缅共解散后，丁英的部队改称克钦新民主军。后来，丁英与缅中央和解，但克钦独立军却一直保持着与缅中央的对立。除了让缅甸政府头疼，他们在中国这边也不怎么讨喜。克钦族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将中国的景颇族、肃立族、独龙族、怒族统称为文棒族，这就相当于俄罗斯、白罗斯和乌克兰，他们既有自己的族名，但又统称为斯拉夫族。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想建立一个除了克钦邦之外，囊括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兄弟的文棒族国家。果然在1961年2月5日，他们就对世界宣布建立景颇大地人民共和国。这其中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独立诉求，这是缅甸内政。是以缅军打起克钦独立军总敢甩开膀子往死里打，不用像对佤邦那么有所顾忌，因为知道国际对此的态度。当然，因为双方打仗，这让周边国家边境的群众受到影响的情况。克钦独立军曾经寻求美国帮助，克钦独立军副司令桑鲁甘茂还受邀到美国访问。后来，中国也曾邀请缅甸和克钦邦到瑞丽和谈，不过克钦邦就习不改，还招惹到了印度。其实印度东北部也有克钦人，他们的武装组织叫纳加兰，有1万多人。印度和缅北克钦人的终极目标一样，暗藏的目标都是追求独立。不言而喻，他们都想建立一个横跨印缅的克钦人国家。所以印度也对克钦邦颇有怨言，做到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也算是克钦邦另一种能耐吧。克钦邦似乎在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保持了一种暧昧的关系，尽管两者在经济上展开了频繁的合作，并且克钦邦对中国的投资也在逐渐增加，甚至汉字教育也逐步渗入克钦邦的课堂。但在这些表面上的合作背后，似乎缺乏一份真诚。或许这种不完全的合作可以被解释为克钦邦对中国的一种依赖，一种无法摆脱的联系。
尽管克钦邦内心可能对中国怀有某种程度的好感，但却不得不承认，离开了中国，克钦邦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因此，在很多场合上，克钦邦不得不对中国示好，尽管这种示好背后或许缺乏真正的诚意。这种情况下，克钦邦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一种利益交换，而非真正的友好合作。在中缅勘界后，克钦独立军还向美国求援，要求美国阻止缅甸把克钦人的土地划给中国。1998年中国军队被禁止经商后，云南当地的一些党政机关与克钦邦的商业合作公司转向地方，但并未消失。这段时间，克钦独立军通过各种手段得到许多武器，他们还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情报渗透，在中国景颇族中秘密征兵和招聘人才，这让中国有些恼火。2007年，中国在克钦邦建设太平江水电站，被克钦独立军索要巨额开工税，遭拒后又阻绕开工。中国曾与缅甸合作修建密松大坝，然而这项合作却引发了不愉快的争议。克钦独立军声称他们并非反对大坝的建设和运营，而是反对缅甸政府支持的克钦族伪军。他们对密松大坝的立场既不明确支持，也不明确反对。这表明，尽管克钦邦可能因经济利益和其他考量而不愿惹怒中国，但他们与中国在密松大坝等项目上的想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。或许，克钦邦在与中国的合作中，试图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保障自身利益。他们可能意识到，过度迎合中国可能导致失去一定的主权和控制权，因此他们选择在表面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，但在实际行动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。这种情况下，克钦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看似合作，却又透露出一种隐性的不信任和差异。加上他们的宏大抱负，使得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变得更加困难。如果克钦邦还存在电诈园区，真的有人沦落其中，那么解救起来将会比妙瓦底更具挑战性。或许不如佤邦、果敢那样，但仍然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。这种情况下，克钦邦政府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与中国的合作关系，还有国内问题的处理和解决，这可能需要他们在外交和内政上都采取更为谨慎和明智的策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啊！再会。